大家好，细胞子丧失军权的表现很明显。我们分析这两个新闻啊，张又侠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李强主持双拥工作会议。分析一下是谁在代理军委主席。2025年4月21日，中国和印尼外长、防长召开2+2对话机制首次会议。4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单独会见了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沙夫里。张又侠单独会见印尼的国防部长，显示张又侠可以代表军委做决策，细胞子失去了军权。中共官方接待外宾有一定的规格，通常是由部长级对等官员接待，另外呢会安排拜会更高层的官员，以表示对来宾的重视，使来宾有尊荣感。印尼是东南亚大国，中共对东盟国家持拉拢的立场，由张又侠接待看起来合理，但是如果由细胞子接待，可能更为重视印尼。中国和印尼涉及深层的军事合作，需要双方军队的决策者敲定相关事项。董军呢不是军委委员，只是名义上的国防部长，没有决策权。按照以往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应该是由细胞子亲自决策，但是这次张又侠出面单独会见了印尼国防部长，显示张又侠可以代表军委做出决策。政治部主任苗华被审查，另一个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基本被证实出事，军委看来可以由张又侠说了算，细胞子应该失去了对军权的控制。这则新闻似乎有意展示中共军权明显变动明示给国内和国外看。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外长和防长可以共同协商对外工作，中共没有类似的机制。张又侠单独出面，应该也在显示军队的事情对内对外都是自己说了算。中国的外交部没有掺和，细胞子似乎也协调不了这两个部门，进一步证实细胞子大权旁落。外界传言张又侠掌握军委的权力从此次接见也可以看出，张又侠在何卫东被调查、细胞子大权旁落之后已经掌握了军权，这也让细胞子提早交棒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而中共官方给出的信号也很明确这是人民日报的第3版。张又侠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董军说当前两军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张又侠和董军都闭口不提细胞子。那至于说董军的命运呢，不好说一般预测呢，要么是要被抓了，要么是退休到政协也就是说，很少有人预测明年2会之后，董军还会是中国的国防部长只能说还需要观察。如果董军还能连续出来1-2次，那么有可能可以平安退休到政协如果下次又是刘振立或者张又侠出来那就说明董军还是没有过关细胞子会见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阿塞拜疆总统和郑山杰握手。为什么要说郑山杰呢？因为4月22日，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发改委搞了一个活动细胞子经济思想系列讲读，郑山杰也出席了。整个活动呢有3个
正部级的中国官员呢，中国发改委主任郑山杰，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慎海雄，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伟然后还有6个副部级就这么一个宣传习包子经济思想的会，他们就能习核心、习思想2个确立我说的这3大元素一个都不提。3个正部级，6个副部级9个人居然没有1个人提过这3大元素所以说他们搞这个活动就是打着习包子的名号骗经费下个总书记上台，他们就继续吹捧下个总书记，反正得把钱给他们，把钱骗到手这么一个吹捧习包子经济思想的会，他们就能这3大元素一个不提而且李书磊缺席了这个会议这是4月22日，但是4月23日李书磊出来打卡了。按说我这个频道呢，关注的人也不多，但是中共就好像回应了我一样，最近没有出现的3个政治局委员张又侠、李干杰、李书磊3个人都出来打卡了，但是李干杰和李书磊他只是打卡，没有报道还是有被中纪委调查的可能性。我把这个公式化、程式化一是就是看看有没有习核心、习思想2个确立这3个元素如果没有呢，它是不是象征性的提了一句习包子？第3种呢，就是完全避开习包子，不提习包子。现在呢，这3种情况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从张又侠代替习包子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来看呢，是张又侠在代理军委主席呢，又有一个大瓜2025年4月23日，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包子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大会并讲话那虽然顶着习包子的名头3个名头都顶着，但是没有让习包子参加也就是说，现在军队的活动根本就不让习包子参加起码这2次应该是一次是印尼，一次是这个双拥活动都不让习包子参加。因为2020年10月的双拥模范城表彰大会当时习包子参加合影当时呢是习包子、李克强、王沪宁参加的。那李强去讲话了，不知道是李强在代理军委主席，还是张又侠在代理军委主席呢？从张又侠参加会议来看呢，他还是张又侠在代理军委主席李强并没有插手军队的事务这个会议上呢，还有不少的瓜首先，沈月月出现了，有传言说呢，沈月月陪同胡春华访问非洲，并秘密的访问美国还有传言说，沈月月的女婿保利文化集团董事长王波挂职哈尔滨副市长这个传言的真假我无法判断呢。一个侧面印证的办法就是看一下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和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的派系。沈月月是胡锦涛第2个任期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当年大权在握中组部长、中组部常务副部长1把手和2把手差不多一样的好使沈月月的确是胡锦涛的人，还有传言说沈月月会接替副总理沈月月的岁数太大了，应该不会接任吧。如果王波真的是沈月月的女婿那么许勤和于洪涛应该都是胡锦涛的人才合理也就是说，即便许勤和于洪涛他就是胡锦涛的人，沈月月的人也不能证明王波就是沈月月的女婿，但他肯定就是一个派系的，起码是合情合理的推测如果许勤
和于洪涛是细胞子人，那么王波就肯定不是沈月月的女婿啊。就是是的话不能证实，但是否的话就可以证伪，逻辑上是这样的。这次双拥会议呢，顺便让李书磊出来打卡呀。李书磊他只是打卡，没有单独的报道，他就没有机会表态呀。我不知道李书磊是面临中纪委的调查，还是因为李书磊是中宣部长啊，故意这么安排。上次李书磊公开出现就是周边工作会议呀，也只是打卡，没有任何机会表态呀。就我不知道他是自己故意这么安排，可以回避表态，还是怎么回事啊？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25年4月23日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肯尼亚总统鲁托、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这是外交活动，没有任何有关三大元素的表态啊，只是提了一句细胞子，顺便打了一个卡呀。然后王沪宁这个节目效果就来了呀。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专题研讨班座谈会2025年4月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呀。按说我这么小的频道，王沪宁不可能看到啊，没有太多的人看到，但是王沪宁他就是这么配合呀。我说三大元素，王沪宁干净利索的全部复述一遍啊。要坚持以细胞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啊。王沪宁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细胞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系统部署统战工作啊。整篇报道不过830个字，然后王沪宁一上来废话不多说，把我说的三大元素直接复述了一遍啊，我都看傻了，看笑了，就直接把我的三大元素复述了一遍，然后再加上一些废话呀、党八股，然后就收尾了，就感觉好像我是王沪宁的秘书一样。如果再细说呢，王沪宁还加了一句全面贯彻落实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呢，然后把习核心放在了第二段呢。所以王沪宁的意思就是还有下架习核心的可能啊，因为放在第二段，但是呢暂时不下架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王沪宁的意思，还是新华社的意思，还是党中央的意思啊。关键还要看这个月的政治局会议的公报啊，政治局会议的表态。我们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呢，看看中共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细胞子作为国家主席出来搞外交活动，又不让他参加2个军队的活动啊，其中的一个军队活动报道在新闻联播上，张又侠跟随李强出现在新闻联播，那就是新闻联播背书了细胞子不再是军委主席了。然后呢，王沪宁他作为中共的4号人物啊，因为王沪宁的分量呢，他和李强啊和赵乐际相比呢，还是差点意思，这是常识啊，他4号嘛，人家是2号3号。王沪宁的意思就是细胞子现在暂时还是党中央的核心，但未来有可能不是，但不是现在啊，因为王沪宁是4号人物，他出来背书，这个信号既不强也不弱。如果是李强或者是赵乐际出来背书，那就有点太强势了，感觉细胞子又要重掌大权了。这王沪宁呢，他本来就是搞统战的，以前是个大笔杆子，搞忽悠的，让他出来正合适啊。这就是我个人的解读啊。另外一个就是蔡奇又有9天没有出来了，何卫东呢已经失踪快2个月了，而且王沪宁这个事情呢，还有一层解读，就是苗华这个月的政治局会议可能要被处理了。每次处理人的时候，他们就会上纲上线一番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2025年4月23日在北京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丁薛祥这是外交活动啊，什么表态都没有，就是象征性的提了一句细胞子。
丁薛祥好像做了白内障手术啊，突然戴着厚厚的老花镜啊，我们看有黑色的反光。丁薛祥真狠呐，还能用这种方法过关啊？这从哪儿学来的？从当年明月10月那学来的吗？现在呢，已经有3名政治局委员表演过闭口不提细胞的，分别是马兴瑞、尹力、张幼霞。其实张幼霞早就有过，我们可能没有总结到啊，再找找给大家看一下。有2个政治局委员李鸿忠和陈基宁和内蒙古的党委书记孙少称啊表演过2个确立2个维护说一半呢。但是这种现象暂时还没有蔓延到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呀，我们尽量准确的解读中共给出的信号啊。因为现在细胞的下台大局已定啊，但是如何能够准确的评估细胞的到底哪天下台呀？就是说8月8号的4中全会他要拿掉几个职务啊？这名网友说风向有点明显了，安徽梁延顺最新会议里面只字不提2442和细胞子3个字，通篇都是总书记。我的回复是感谢这名网友啊，这是发表在安徽日报上面的，这是安徽省委的机关报啊，这是2次报道，一次是4月22日，一次是4月24日啊。一次呢说了2次总书记，一次说了7次总书记啊，就是不说细胞子的名字啊。习近平啊，他成个伏地魔了。这个梁延顺啊，简直是太爱我们了，就怕我们没有话题呀，没有梗。说明乳包不仅可以发表在油管上，还能发表在党报党刊上面，还能这么操作呢？我不知道这种现象会不会向其他的省委书记蔓延啊？梁延顺是不是在带风向啊？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好的，谢谢大家。